4月3日，以办爱为宣发主题的动漫《半之 Allele》开始播出，截至稿成时呢，已放出第3集。这个动漫从去年办爱宣传演出后就开始公布消息预热，今年放出 PV 和预告的时候，又被大伙质疑挂羊头卖狗肉，办爱的戏份不够。动画的消息在这1年里频繁的出现在微圈观众的视野里，如今是终于播出了。鉴于我观看动漫的履历比较浅薄啊，评论也不够专业，我们这边直接给出一些番剧网站的评分。我选了坂谷米、Nicole 和 MAL 3个网站，分别代表大陆、日本和欧美观众对番剧的评价。其中坂谷米和 MAL 分别给到 4.1 分和 5.5 分。注意啊，这个打分是10分制，不是100分制。不过即使这样呢，也没有达到及格线。Nicole 是5分制，最后也只给到了 2.5 分，同样没有达到及格线。基本上3个网站的评分就在50分左右徘徊。我自己呢也浅看了一下，从微圈粉丝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番呢就像超小瓶可口可乐，2块5的小瓶可口，第一口爽那一下能值2块钱。办爱这个片呢，第1集第一声害多某也基本上就是我体验的大头了。从剧集本身的角度来说，它算是比较标准的学院偶像番。主角是一个崇拜办爱的小姑娘，主线是她和同学院的其他学员组成虚拟偶像团体，向着办爱的方向努力。这剧情基本上就是明说了，这部片除了名字就和办爱没什么关系啊，也不完全是，因为它的主旨还是有连接这个字段，也就是说主旨大意是继承了办爱初始的一些叙事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其实很难影响到观感，最多就只能当成一种心理安慰了。这部片目前更新到第3集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尿点，就是女主角作为一个想要成为虚拟偶像的学员，她的虚拟形象长得和她一模一样，这个和传统的偶像番到底有啥区别呢？优点的话呢，就是主角们的人设是比较丰富的，最起码看起来比较丰富，毕竟那么多人呢，对吧？而且还有喜闻乐见的小姑娘贴贴环节。もちろんいいよ。ありがとう。今キスした？記録もしてる。另外一个值得说的是，片尾曲好像是由办爱声库开发那个虚拟歌姬唱的，所以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番的办爱浓度。可以说本剧除了不愿意让办爱在剧情里面占更多戏份以外，为了提升浓度真是煞费苦心啊。然后我们说说戏外的情况。伴随着剧集的播出呢，还专门推出了包含15位剧集主角的 Allele 企划，内容就是15位声优在现实里扮演自己在番剧里的角色进行偶像活动，活动同时兼顾线上和线下。所以这个企划不像是一个虚拟主播企划，虽然成员也有套皮直播和投稿活动，但同时给了声优线下活动的大量镜头，实际上感觉就是 Love Live 和偶像大师那个模式，然后添加了很多虚拟主播活动的要素。这个模式的企划呢，之前索尼做过一个类似的，叫22-7，虽然片拍的还行啊，但是发挥了索尼一贯的做跑虚拟主播的天赋，所以没什么流量。实际上因为早就从预告里得知办爱在这部番里戏份不会很多，所以反而看到成品之后呢，虽然觉得还是比较捞，但也没有那么失望。我个人觉得 KA 社做出这样的行为只能说有它的道理，虽然番剧是在消费办爱 IP 的剩余价值不错，但是从企划生存的角度来看呢， KA 社确实也不能在办爱一个 IP 上吊死，毕竟老爱已经活动6-7年了，毕竟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末期，影响力和收益等等都大不如前，即使他是虚拟主播行业的先驱，也必然会面临革新或者被淘汰的处境。而这部动画作品和新推出的企划可能就是 KA 社做出的革新尝试，虽然革新的方向是一个比整个虚拟主播行业还要古朴的模式的一个结合，但是也不排除2棵老树嫁接之后长新枝的可能性。总之呢，只要春日旺还是 KA 社的顾问，我就会以粉丝滤镜来看待这个公司做出的一切尝试啊。毕竟给办爱找15个美少女当后辈组成学院偶像团体这个行为，多少还是比 A8时期突然给办爱出个分身斧的企划阳间一些，对吧？对吗？大概吧。因为现在只放出了3集内容，所以我们也不便给他下定论，后面如果有反转的话我们再细想。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电头，下次咱高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